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来了无期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幡然不动的天际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斗转星移，因为你这几晚已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。一长一短一颦一捺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。这一悲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林夕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。咱们家神尊那么神通广大，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十三，咱们先退下吧。哎呀，那个，你怎么下去转一圈，回来就飞升上神了？这么好的运动，神尊，那我也想下去立个节，最好一次立个180节的，这样我上来不就比天尊都厉害了？嘿，林夕，我十三，神尊，我们还有些小事，先告退了。你上次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没有要跟你说。你上次要说的那个。我想神尊，属下告退。你过来。我在凡间的时候，都听不到你的心跳，我还以为你生了什么病呢。疼不疼？怎么会不疼？好傻呀！你们说他们两个在里面说什么呢？这林夕都那么久没回来了，他应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。就他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？13，你想知道你就进去看看，你在外头能听到什么呀？哎，你自己怎么不进去看看？我还没活够呢。开阳将军，你说山灵族的锦绣国师将自己的命珠给了灵犀，可是真的？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那命珠是山灵一族的本命真元，他给了灵犀，对自己身体损害极大。那他没有受伤吗？怎么没受伤？遍体鳞伤，跟个血人似的。哎，华言，你似乎对这位锦绣国师非常关心呐。没，我只是觉得，那位锦绣国师都将命珠给灵犀了，定对他是喜欢极了。灵犀那个身体死后，他哭得肝肠寸断的，然后直接就昏过去了。
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喜欢有什么用？敢跟咱们神尊抢女人，我都不耐烦了。国师，属下带巫医来了，让他为你看看吧，你伤得太重了。国师，傅凌渊已然关闭，众号的手下大多数已经被我们擒住，有侥幸逃脱的也不足为患。只是凌月国主。凌月国主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已被安置在寝殿之内。具体需要做什么，还望国师明示。国师，国师，魔君已灭，说明林墨姑娘渡劫成功，她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林墨姑娘没有死。阿莫没死？对，没死。他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天宫，他一定在天宫。他为什么不回来？秋晨，是你造成了这一切，是你夺走了我的阿莫。无疑慢走。国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国师的心结，想通了，对他自己也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凌月国主，他若是平安醒来，我们就大难临头了。国主，国主，国主怎么了？国主，国主你怎么了？国主，巫医来过了吗？巫医说，国主曾长时间中了摄魂之术，伤了元神，后又接连重伤，早已油尽灯枯。若不是凤凰一族的血脉护体，怕是早就不成了。谁要听这些废话？我是问你，巫医可否说过，国主何时会醒？巫医也没说，只说要用上品丹参吊着性命。或许国主法力高强，能自行醒来。废话！我问你，国主是被谁送回来的？是天宫战神，听说是国师杀了众号，和战神一起救出国主的。锦绣，是。此次全赖国师出手，不但杀了那逆贼众号，还从傅凌渊下救了国主的性命。只是国师也伤势极重，回来之后便召了巫医前去诊治，直到现在也没出来见人呢。小仙还听说，锦绣国师找回了国主的亲生女儿灵犀公主呢。灵犀？
与你同在桃花小筑，为你裁衣煮饭，愿意嫁你为妻的凡人，他叫李梦。你等的那个女孩叫灵犀。灵犀，睡了吗？神尊，你找灵犀？他应该睡了，这么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神尊，那你先忙，我先睡了。神尊，我不饿。你已经是上神了，吸收日月精华便能度日，自然不会感到饿。这个是琼石髓，是西海地宫琼石的精华，是固本培元、巩固境界的良药。你刚刚升为上神，服用这个，对你有好处。这个药很凉，慢慢喝。神尊，我累了。袁同，你藐视天规，肆意逞凶，屠杀同道，按律当诛。然，天君念你们袁家对天庭有功，罚你剔除仙骨，除去仙体，打入凡间，永世不得重返天庭。你在这九重天上时日不多了。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们袁家世代英明，不想今日竟毁在你一人手里。本座倒有句话要跟你说：到了凡间，好好做人。不要重蹈覆辙。
神尊，在凡间，你都还我9成。那是凡间的林墨不懂规矩。今日的你我之间，还需要什么规矩吗？你要走了，去哪儿？桃林吗？神尊，我找到了我的娘亲，你知道吗？她在山灵界，我自小便与她失散，没能在她身边陪伴过1天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想多陪陪她。还会回来吗？我可以去看你。不必了，这段时日你也太辛苦了，好像自从你认识我，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几次都是险死还生，耗损极大。如今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如就静下心来，好好休养吧。我不辛苦，可是我累了。神尊，我是灵犀，但是我也是林墨呀。连历3劫，总是会觉得有些疲惫，时常会分不清自己是谁。我需要些时间，去理清自己的想法。你看，逐日鸟从生到死，一直都在追逐太阳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累，会不会有一天想通了，想要停下来。师尊，你曾告诉过我，这世上不是只有情爱，人的立场、坚持、责任一样重要。过去的灵犀任性，没能够在爹生前尽孝，如今老天开恩，又给了我一个娘亲。所以神尊，我要走了。一长一短一片一捺都是你物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。这一杯一喜一醉一起生生不息。神尊，保重。一草一叶一木一花，它每个生灵。一正一邪一刀一枪，死无辜的烙印，参不透的玄机。我母亲伤得重，谁在照顾她？国主伤得很重，一直昏迷不醒。无意已经看了几次，都束手无策，一直都是石婆婆在照顾。锦绣哥哥呢？国师为了平息叛逆，受了点伤。锦绣哥哥受伤了，伤在哪儿？重不重？公主，阿玉不清楚。国师从回来就一直没有出过居所，也从未召见过任何人。公主，我们不是要去看国主吗？我们要面见国师！面见国师！我们要面见国师！见国师！让我们面见国师！一定要见国师！我们要见国师！因何不让我等面见国师？我等有要事禀报。对呀，
本将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国师身上有伤，不便面见诸位。诸位若有事禀报，本将可以转达。哼，此次山灵一族遭倾覆之难，其罪魁祸首就是仲浩和黑痴。如今仲浩已死，黑痴，摇身一变，居然成了屠魔的功臣，甚至接掌了天锡宫的护卫大权。此乃国师的安排，稍后会给诸位一个交代。不行，老夫现在便要面见国师，说个清楚。对，黑痴作恶多端，杀人无数，说此人投诚，老夫万万不信。对，我们万万不信。不信。山灵族大难方过，百废待兴，正需要有人出面处理国事，安抚百姓。如今我国主昏迷不醒，国师也重伤在身，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国师伤势究竟如何？何时能上朝理政？何时能处置叛逆？总要有个章程。是，对。国师是否清醒？能否上朝？总要给我们个交代啊！交代，交代。哼，这些人，仲浩杀进来的时候，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，如今却又忠心耿耿，感天动地。国师，国主掌权之时，将你定罪，关于禁欲，众臣若心怀歹意，完全可以用此事构陷于你。待国主醒来，怕是一切皆休。国师，人活一世，尚要经历三劫八苦，何况是神呢？一时受挫就停滞不前，这不是你。你想说什么？属下想说，抓住机会，我山灵族能改天换日。若不然，大难即在眼前。林墨姑娘跟灵犀本是一体，她是我山灵族的公主，她早晚是要回来的。难道国师要以当前之资等她归来吗？一定要见到国师，见不到国师，咱们就不走了。对，我们要面见国师，必须见。不行，今天说什么，我们也要面见国师。对，谁敢？对，我们皆是山灵重臣，你一个武将，敢对我们胡来？他不敢，那本公主呢？我等见过公主。锦绣哥哥为了镇魔而伤，尔等跑到此处扰他休养，想干什么？公主，并非我等有意打扰国师的清静，实在是如今的局面需要国师出面呀。是啊，公主，正是国师出面。你说的没错，阿莫早晚会回来的。我等他，等他回来。
师。锦绣哥哥，你没事了？国师闭关3日，晋升上神之位。臣代汉山全族恭喜国师，天佑我族，国师大喜！天佑我族，国师大喜！恭喜锦绣哥哥！天佑我族，国师大喜！尔等随我去见国主。是。我也去。你留下，在这儿等我。锦绣哥哥。师婆婆，国师带着一众大臣往这边来了。什么？锦绣国师，国主醒了吗？刚刚吃过药，还在睡着。我进去看看。国师，请留步。巫医吩咐过，国主需要静养，不便打扰。我只是去探望国主，不会打扰。国师的好意，老奴自然知晓，但术业有专攻。国师虽然法力高强，但毕竟不是巫医，更不懂医术，即便是看了，也无能为力。老奴听说，国师抗击贼寇也身受重伤，倒不如趁机好好调养身体。我们山灵族遭此劫难，国主昏迷不醒，族内还有好多事情要仰仗国师，望国师千万要保重自己才是。我若真想进去，你能如何？报！启禀国师，唐离仙子灵犀求见国主，此刻已到了大殿外。阿莫，阿莫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锦绣国师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国师，国师，国师。这位是灵月国主的亲生女儿，是我们山灵族的公主，灵犀公主。臣拜见公主。臣等拜见公主。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，她可还好？母亲，
我是灵犀啊。母亲。国主本来就有上赛神，他不是众浩的对手。当年被俘后，众浩为了蒙蔽百官和天族来使，用摄魂之术操控国主，致使他神魂受创。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母亲也不会受伤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不必自责。朝中大臣和各部族的首领都回去了，国师突然晋升上神，国主又昏迷不醒，他们只是被吓着了。国师，黑赤说的对，国主不是愚笨之人，他很快就会想清楚，是我们纵容众浩，占据山灵界，打开傅灵渊，目的就是为了杀元都报仇。等他醒来之后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国师，灵犀公主如今守在国主身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阿莫是我们山灵族的公主，她本来就该住在这里。至于灵月，她是阿莫的母亲。勒伯死后，阿莫失去了父亲，不能让他再伤心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灵月不能杀，就让他这么一直昏下去好了。叫无义来见我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如今魔君消失于六界，这是万民之福，苍生之幸。九臣，你做得很好。是天君仁慈，九臣不敢居功。九臣，这段日子你辛苦了。不过好在一切都雨过天晴，你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对了，灵犀现在还在浮云殿吗？她回山灵界了。对呀，她是灵月的女儿，自然是要回去看看的。据山灵族的人来报，灵月长期被摄魂之术所控制，神魂重创，又被众浩所伤。据说到现在为止都是昏迷不醒，情况不妙啊。不过好在山灵族还有一位锦绣国师，据说这一次也是他力挽狂澜，才能阻止众浩开启幽冥之门。现在傅灵渊关闭，大阵重启，也算是躲过了一场浩劫呀。神尊，让你盯着山灵族如何了？山灵族内形势还算安稳，锦绣连下达了几十道追剿贼寇、安抚百姓、重振朝野的政令，就目前来看也并未不妥。只是黑痴不但无罪，还掌控天锡宫的守卫大权，就连朝野上下也都有不满。不过迫于锦绣的威势，也无人敢智慧了。灵犀呢？灵犀回到山灵族后，便留在天锡宫照顾灵月，也并未外出走动。对了，听说锦绣将自己关在屋内几日，便顿悟升了上神，也不知道是真的，还是他们为了稳定朝局而故意放出的假消息。上神八成不假，他的修为本来就离上神是一步之遥。你继续盯着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即告诉本尊。是。
有趣儿。哎，这书上说，大越国有一凡人书生，手不释卷，很是刻苦。忽有一日，突然就昏睡不醒。他的母亲以为他得了怪病，便找遍了名医，可是全都束手无策。你们猜，这后边如何了？这位书生醒来后说，在这3年中，他在梦里边跟寻了一位仙师去学艺，而且这一走就是3000年，学有所成方回到家中。旁人是自然不信了，这位书生便施展神通，带着自己的亲人家眷一同飞上了天宫，就连家中的鸡犬也去了仙界。你们说，这可是真的？国师，这凡人的志怪故事，大都胡编乱造，不可信。本座倒觉得可信。我们的国主昏迷了这么久，你们说，他的神魄会不会去了这天外天中？国主久被摄魂之术操控，又被众号所伤，神魂重创，内伤严重，昏迷不醒也是常理。怎么一介凡夫俗子都可以在梦中神游仙界？我们的国主可是凤凰后人，血脉高贵，又是上神之身。你认为他不配有这种飞升天外天，在6界成为至尊的机缘吗？还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，想毁了国主的这份造化？小仙绝不敢。谅你也不敢。不管国主是否真的受了伤，还是神游物外超脱天地，这都是他的机缘命数。本座并不是想让你做什么弑君犯上之事，而是想让你稍微的改一下药方，不要再以什么猛药激荡国主的神魄，强制唤醒他，而是帮他凝神安睡在梦中，渐渐地滋养他的神魄。你可明白？小仙明白。真君，这就是传心地丢失的全部过程。我敢肯定，此人定是出自我天宫，怕是魔族余孽安排在天宫的奸细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些？适才，南天门的守将已经将此事报告给本座，本座也派手下去查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真君，末将还有一事。末将觉得，魔君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。我曾经见过魔君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灵犀体内只是有一道魔君的元神之力，元神之力消散的确会影响修为，但是怎么会让魔君一同消失呢？这是不合情理的。末将觉得此事定有阴谋，说不准就与那灵犀有关。他最会装腔作势，蛊惑人心。住口！袁统，本应该早就将你打入凡间，念在你袁氏一族守卫6界数万载的份上，本座才听你一言。没想到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执迷不悟。
是，本座不喜欢九臣和那小仙，是怕他们因情误事，放出魔君，残害众生，并不死心。而你，因为你母亲的死，对桃李一众怀恨在心，屡犯大错，甚至对自己的手下和亲近都能杀害，真是丧心病狂，这与魔何异？何为魔？心怀恶念便是魔，贪赃恶欲便是魔，没有底线肆意妄为，残害众生便是魔中之魔。天君对你够仁慈的了，如果是本座来审你，早就将你打入锁妖塔，10000年不得出，还会让你有下凡做人的机会。本座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此番下得凡间，再敢兴风作浪，本座绝不手软，定会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紫光，紫光！哦，在。立刻将他带下凡间。是。袁通将军，请。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。忘了留恋的时候，最不能回头。扑空的双手，无人回首，软语又还休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忘记我。知心遇见始终的相投，痴迷了太久。我用这一走翻开心口，真实的血肉。多少次对镜相拥，转眼又惺忪，将如期的我走成了